坦克之后是战机，战机之后就是出兵。俄罗斯的对手要换了吗？欧尔班放风出兵，西方很接近了，跟讨论提供战机一样。大家好，欢迎来到赵探长观察室。法国宣布提供轻型坦克，直接就给俄乌冲突按下了加速键。随后，在英国的带头下呢，美国和德国联合宣布要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并且在西方开始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后，又一直在讨论给乌克兰提供战机的问题，甚至乌克兰飞行员都已经身在美国，开始培训使用 F-16了。虽然西方现在还在否认还在回避给乌克兰提供战机的问题，泽连斯基就跑去欧洲，也没有要回来一架战机。而美国还表示给乌克兰培训飞行员，但不代表就要给乌克兰提供战机。但是呢，就西方全力支持乌克兰的架势这战机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提供了。尤其是俄乌冲突持续到现在呢，西方想要的重创乃至击垮俄罗斯并没有出现，这也就代表着西方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西方及时收手，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另一个就是孤注一掷，直接跟俄罗斯硬刚到底。看最后是俄罗斯先扛不住，还是美西方先扛不住。而这两个选择呢，现在明显都是在西方的考虑范围之内，也让西方变得十分的犹豫。已经多次的放风，希望乌克兰能够跟俄罗斯谈一谈，尤其是国内反战浪潮开始出现的情况下。可是，在西方暗示给乌克兰传递信号，想要结束冲突的时候，对这一战的不甘心又迫使其进一步的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想要看看会不会出现什么奇迹。而他这样一个态度，似乎都说明俄乌冲突有可能一夜间结束，但也有可能一夜间失控，走向一个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而且这个局面越是僵持，这美西方呢就越可能提供第二个选项，主动或者被动的将俄乌冲突推向失控。给乌克兰提供坦克之后西方就在讨论给乌克兰提供战机的事儿。如今呢，讨论了许久的援助乌克兰战机问题，已经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波兰和斯洛伐克放话将联手给乌克兰提供米格29，而一旦波兰和斯洛伐克这么干，其他国家就算再犹豫，只怕也只能选择跟进。那么，当提供战机又是在提供坦克之后得到了落实，那么其下一步想要讨论什么？难道直接是出兵乌克兰吗？这不是开玩笑，这个可能性真的已经出现。欧尔班放风出兵，俄罗斯的对手有可能会要换人。欧尔班表示，西方已经陷入了战争狂热，给乌克兰提供战机已经迫在眉睫，下一步其可能讨论的就是出兵乌克兰，而且西方已经很接近这一选项，就跟讨论给乌克兰提供战机一样，坦克之后是战机，战机之后就是出兵。他表示呢，他想没有人会认为西方只是单纯的给俄罗斯施压，至少俄罗斯不会这么认为，也不会有一丝的侥幸。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当其开始提供战机，真要开始讨论出兵乌克兰的时候呢，俄罗斯就已经开始为西方的出兵做准备了。甚至当前俄罗斯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北约国家周边，就可以看出，似乎还没等西方出兵乃至讨论出兵，俄罗斯开始为此做准备。这西方只要敢出兵乌克兰，那俄罗斯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偷家。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